有些时候，你并不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你清楚你渴望的关系，清楚你向往的生活，甚至也知道自己应该往哪个方向靠近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些东西总是停在一个距离之外，不远，却也没有真正靠近。你开始观察外在，是不是条件还不够好？是不是环境不对？是不是还需要再努力一点？于是你开始修正，让自己更符合期待，更有吸引力，更接近你认为应该被喜欢的样子。这样的努力看起来很积极，但内在某个地方却悄悄产生了一种落差。你越是试着变成某种样子，就越感觉离真正的自己有点远。那种距离不一定明显，却会在某些安静的时刻浮现。你会问，这样的我真的是我吗？或者更深一点，这样的我真的值得被爱吗？这个问题让你停了一下，因为你发现你一直在努力吸引的，其实不只是外在的结果，而是一种被肯定的感觉。你想被看见，被认可，被选择，但同时，你内在对自己的看法却并不稳定。你会在某些时候相信自己，在某些时候却开始怀疑。当你做得好，你觉得自己还不错；当事情不如预期，你很快就否定自己。这样的起伏让你的内在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，而这个位置其实就是你吸引一切的起点。当你不确定自己的价值，你就会试图从外在寻找证明。你会用别人的回应来衡量自己的好坏，但这样的方式很不稳，因为外在本来就会变。当它变动时，你的感受也会跟着起伏。你开始意识到，也许问题不在于你吸引了什么，而在于你怎么看待自己。这个看法不是一句口号，也不是刻意的正向思考，它是一种很细微的日常关系。在你犯错的时候，你怎么对自己说话？在你不确定的时候，你是否愿意站在自己这一边？在你还没有达到目标的时候，你是否仍然承认自己的价值？这些时刻都在形塑你内在的定位。当你开始用比较稳定的方式看待自己，一些东西会慢慢改变。你不再那么急着证明，因为你不需要透过外在来确认自己的存在。你开始选择，不是因为你害怕失去，而是因为那真的适合你。你开始靠近人，不是为了被需要，而是因为你愿意连结。这样的状态带来一种不同的吸引力，它不张扬，却很清晰。你不需要刻意表现什么，别人也能感觉到你的稳定。你不需要一直追赶机会，有些机会会自然靠近，因为你内在的位置已经改变了。你不再站在我还不够的地方，而是站在我本来就存在的地方。这样的转变不会一夕完成，它需要一点一点练习，需要你在很多微小的时刻重新选择如何看待自己。但当这个选择开始稳定，你会发现，真正的吸引力从来不是你做了什么，而是你站在哪里看自己。有些机会其实你看见了，它没有完全隐藏，甚至在某些时刻已经靠近到你可以伸手的距离，但你没有接住，不是因为你不想，而是你在那一刻迟疑了。你开始想，我真的可以吗？这样的机会是不是太超过我现在的状态？如果我做不好，如果我不够格，如果最后被看穿，那会不会更糟？
这些念头来得很快，快到你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已经往后退了一步。你没有拒绝，也没有真正答应，你只是让它过去。然后你告诉自己，也许还不是时候，也许等我再准备好一点，等我更稳定一点，等我更有把握一点。但这样的再一点没有明确的终点，因为当你用怀疑看待自己，你总是可以找到还不够的地方。你会看见自己的缺点，放大自己的不足，甚至忽略那些其实已经具备的能力。于是你一直在准备，却很少真正出发。那种状态看起来很努力，却带着一种停滞。你开始觉得机会是不是很少？是不是总是差一点运气？是不是别人比较刚好？但你没有发现，有些机会其实已经来过，只是你在那一刻没有站在可以接住的位置。这个看见一开始有点刺痛，因为它让你意识到，阻碍你的不是外在的缺乏，而是内在的怀疑。但同时，这也是一个转折，因为当你看见，你就有机会改变。你开始练习，在那些熟悉的时刻，不再立刻否定自己。当机会出现时，你依然会紧张，依然会不确定，但你没有马上退后。你停一下，你问自己，这个不安是真的代表我不行，还是只是因为这对我来说是新的？这个问题让你有了一点空间，你不再把所有的不确定都解读成我还不够。你开始允许自己在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状态里先靠近一点。这样的靠近很小，却很关键，因为它改变了你的内在位置。你不再站在门外评估自己，而是开始站在门口，甚至轻轻地往里面走一步。当你这样做，一些事情会开始改变。你不再只是等待被选择，而是开始参与。你不再只是想象可能，而是开始经历。而就在这些经历里，你会慢慢看见，原来你没有你以为的那么不够。你会犯错，会不熟练，会需要时间适应，但你可以在其中调整，可以在过程中成长。这样的经验一点一点累积成信任，不是外在给你的肯定，而是你对自己的理解。当这份信任开始稳定，你对机会的反应也会改变。你不再那么容易退缩，也不再习惯先否定。你开始用一种比较开放的姿态面对，而这样的姿态本身就是一种邀请。它让机会更容易靠近，也让你更容易接住。于是你慢慢明白，当你停止怀疑自己的价值，不是机会突然变多，而是你终于站在可以与他们相遇的位置。有些时候，你不是没有在努力，而是怎么努力，都好像没有被看见。你做了很多，也撑过很多，甚至比别人更用心地在对待每一件事，但回应却很安静。没有你期待的肯定，没有你想象中的机会，甚至有时候连基本的理解都没有出现。那种落差会让人开始怀疑，是不是自己不够好？是不是哪里做错了？是不是其实没有那么值得？于是你更努力，想让自己更明显一点，更有价值一点，更值得被注意。但越是这样，内在反而越空，因为你开始把自己的价值放在外在的回应上。当回应没有来，你就失去了依据。你开始用沉默来解读自己的位置，用没有被看见来定义自己的重要性。
但这样的循环其实让你越来越远离自己。你没有真的问过，在没有任何回应的时候，你怎么看待自己？这个问题一开始不容易回答，因为你已经习惯透过外在来确认内在。当外界沉默，你也跟着动摇。但当你慢慢停下来，开始把注意力收回，你会发现有一个地方一直被忽略，那就是你自己如何看见自己。不是你做了什么，而是你怎么理解这一切。你开始试着换一个角度，不是在问为什么没有人肯定我，而是问我能不能先承认自己的努力。这样的转变很微小，甚至一开始你会觉得不太真实，因为你没有习惯这样对自己说话。但当你慢慢练习，一些东西开始改变，你不再那么依赖外在的回应来决定自己的价值。你开始在没有掌声的时候，也能够看见自己的存在。你开始在没有结果的阶段，也愿意承认自己的过程。这样的看见会慢慢建立一个稳定的位置。你站在那里，不再那么容易被外界影响。你做事情不是为了被看见，而是因为那是你真实的表达。这样的状态会让你整个人变得不同，不是更用力，而是更清楚。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也知道为什么在做。而当这种清楚出现，外在的回应会开始慢慢改变。不是因为你去争取，而是因为你已经站在一个可以被看见的位置。你的存在变得稳定，你的表达变得一致，世界也更容易回应你。有些机会开始出现，有些关系变得更真实，有些你原本觉得遥远的东西慢慢靠近。这一切看起来像是外在的改变，但其实它只是回应了你内在的位置。于是你慢慢明白，当你开始看见自己的价值，你不只是让自己稳定下来，你也同时让现实有机会用同样的方式回应你。你其实已经做了很多，只是你很少停下来，让自己真正看见这一点。你总是往前看，看还没完成的，看还不够好的，看那些别人已经做到，而你还在追赶的部分。于是你一直在补能力，补成果，补一个你觉得应该要有的样子。你希望当这些都到位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被认可，被看见，被肯定，被确定是够好的。这样的期待让你很努力，但同时也让你一直站在一个需要证明的位置。你做每一件事都带着一点隐约的用力。你说话时会多想，你表现时会多撑，你甚至在安静的时候也在衡量自己是否足够。这样的状态，外人不一定看得出来，但你自己知道，那不是轻松的，因为你不是单纯的在做，你是在证明，而证明本质上来自一种怀疑。你怀疑自己是否已经够好，所以你需要透过行动来确认。但这样的循环其实没有终点，因为当你用外在的结果来证明，你就会一直需要新的结果。一旦停下来，那份不确定就会回来，直到某个时刻，你开始有点累了。不是不想努力，而是那种永远还要再多一点的状态，让你无法真正放松。你开始问自己，如果我不再证明，会发生什么？这个问题让你停了一下，因为你从来没有真的想过这个可能。你一直以为只有证明才会被看见，但如果你暂时放下，
如果你不再急着展现，不再急着让别人理解你，你会站在哪里？这样的想象一开始有点不安，像是少了一个依靠，但慢慢的你会发现另一种空间。当你不再一直往外投射，你开始回到自己。你做事情不再只是为了让别人看到结果，而是因为那是你想做的。你表达自己不再只是为了被认同，而是因为那是真实的你。这样的转变很安静，没有特别的宣告，也没有明显的标记，但它会慢慢改变你的状态。你开始变得比较稳，你不再那么容易因为别人的评价动摇，也不再需要不断调整自己去符合期待。你站在一个比较一致的位置，而就在这样的状态里，一种不同的感觉出现了。你没有刻意要被看见，却开始被注意到。你没有特别去强调自己的价值，却有人开始认可你。这些变化不是因为你做了更多，而是因为你不再用力。当你停止证明，你不再传递我还不够的讯号，你只是单纯的存在，而这样的存在反而更清晰。别人不再需要猜测你是谁，因为你已经没有再隐藏或补偿。你的价值不再被包装，也不再被推销，它自然的呈现。于是你慢慢明白，当你不再急着证明自己，你其实是在让自己回到一个本来就存在的位置，而在那个位置上，你不需要争取被看见，因为你已经真正的站在那里。有一种声音其实一直都在，它不大声，却会在关键的时刻出现。当你准备做决定，当你想跨出一步，当你开始靠近某个你真正想要的方向，它就轻轻地说：你确定吗？这句话不像否定，却带着一点迟疑。它让你停一下，让你再想一遍，让你开始衡量自己。你以为这是谨慎，但慢慢的你会发现，它其实是一种习惯性的怀疑。你会怀疑自己的能力，怀疑自己的选择，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配得上想要的东西。这样的怀疑不一定会让你完全停下来，你还是会前进，还是会尝试，只是那个前进总带着一点不稳。你一边走，一边回头确认，一边靠近，一边准备退路。这种状态让你很难真正站稳，而当你自己都还在怀疑，外在的世界也会反映出类似的回应。有人对你保留，有人对你观望，甚至有些机会在最后一刻没有真正落下来。你会觉得，是不是别人不够相信你？是不是世界还在考验你？但如果你再往内看一点，你会发现，那份不确定其实早就存在于你里面。当你对自己没有一个稳定的信任，你就会在行动中传递出一种讯号。那个讯号不是错误，只是模糊。而世界会回应这种模糊，不是刻意为难你，而是自然地对应你现在的状态。当你开始看见这一点，你没有立刻改变什么，你只是停下来，看着那个习惯性怀疑的声音。你没有再急着压过它，也没有让它主导。你只是问，这个声音真的代表我吗？这个问题让你和它之间多了一点距离。你开始意识到，那个怀疑可能只是过去留下的痕迹，是你曾经被否定的经验，是你曾经失败的记忆，慢慢形成的一种自我保护。它试图让你小心，让你不要再受伤，但同时
它也让你不敢完全站出来。当你这样理解它，你不再把它当成真相。你开始尝试一件新的事，不是消除怀疑，而是在怀疑出现时，仍然选择相信自己一点点，哪怕只是一点点。你开始在那些熟悉的时刻，不再立刻退后。你允许自己在不完全确定的情况下，依然向前。这样的练习一开始很微小，但它会慢慢累积。你会发现，当你没有再把怀疑当作指令，你的行动开始变得稳定。你说话更直接，你的选择更清楚，你的存在更一致。而这样的状态会被外在感受到。人们开始比较容易信任你，机会开始比较容易靠近你，事情开始比较顺利地展开。不是因为世界突然改变了，而是因为你不再动摇。你不再传递那种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可以的讯号。你只是站在那里，带着一种安静的确定。于是你慢慢明白，当你停止怀疑自己，不是你变得完美，而是你不再分裂。而当你是完整的，世界也就不再需要用怀疑来回应你。有些卡住，不是因为路真的走不通，而是你在走的时候一直回头确认。你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走对了，不确定这条路是否真的适合你，甚至不确定你有没有资格继续走下去。于是你一边前进，一边拉住自己。那种拉扯很细微，却很消耗。你会觉得累，却说不清原因，因为表面上你并没有停下来。你还在做，还在尝试，还在努力让事情变好，但内在始终没有真正放开。你对自己的每一个决定都带着一点怀疑，这样的怀疑不一定会让你立刻退缩，但它会让你的力量分散。你的一部分在前进，另一部分却在观望。而当力量分散，现实就会显得僵住。事情不一定失败，但总是差一点。机会不一定消失，但总是停在门口。你开始以为是外在不够配合，是不是时机不对？是不是条件不够？是不是还需要再等一点什么？但你没有发现，那份卡住其实来自你内在的状态。当你自己还在怀疑，你就很难完全投入。当你没有完全投入，事情就很难真正推动。于是现实就会维持在一个不上不下的状态。这样的循环让你越来越困惑，直到某个时刻，你开始意识到一件事，也许问题不是你还不够好，而是你还没有真正站在自己这一边。这个念头让你停了一下，你开始回头看那些你一直怀疑的地方。你问自己，如果我暂时不怀疑，会发生什么？这个问题没有让你立刻变得有信心，但它让你多了一个选择。你开始在一些时刻试着不去否定自己。当你做出决定，你不再立刻检讨它是否完美。当你往前走，你不再一直预想最坏的结果，你只是让自己走完这一步。这样的改变很小，但它让你的内在开始聚焦。你不再分成两个方向，而是慢慢站在同一侧。当你这样站稳，一种力量开始出现，不是来自外在的支持，而是来自你不再拉扯自己。而就在这样的状态里，现实开始出现变化。有些事情变得比较顺，不是因为条件改变，而是因为你不再阻碍自己。有些机会开始靠近，
不是因为运气变好，而是因为你终于能够接住。那些原本看起来很僵硬的情境，慢慢松动，不是一下子完全改变，而是一点一点的转开。你开始感觉到事情可以流动，不是因为世界让步，而是因为你不再对抗自己。你终于明白，当你不再怀疑自己，你不只是改变了内在的感受，你也同时改变了你与现实之间的关系。而那个关系一旦松开，原本卡住的一切就会慢慢开始移动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